A186 这个名字对很多车迷来说是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尤其是头文字 D 的粉丝更是对这台车有着憧憬的心态。要知道，从头文字 D 还没开始连载前，这台车其实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买菜车，地位和当年的 Celica GT4、尼桑 300ZS、Mazda RX-7 那些真正意义上高性能跑车定位毫无比较可言。那究竟 A186 这台车是如何成为车迷心中的重高地位，甚至 Toyota 时隔25年后推出 GT86 来延续 A186 辉煌的历史？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解析史上最强的豆腐车 A186。大家好，我是子阳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要解说 A186 这台车前，要先给各位理清楚它的一个知识盲区，也是很多人搞错的，那就是头文字 D 主角开的车并不是 Toyota Corolla， 而是 Sprinter。这点在后面就会做出解析，也是我们今天会一直围绕的车系。就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968年，第一代 Corolla Sprinter 开始说起。在1966年 Toyota 发布 Corolla 之后，成为各大家户理想的家用车，在短短几年间就迅速爆红，销量高速增长。而这时的 Toyota 察觉到平庸的 Corolla 似乎无法吸引年轻人的目光，于是就下定决心要打造出符合年轻人向往的车型。时隔2年后，就推出了 Corolla Sprinter， 同时还成立了新的经销商 Toyota Auto， 让 Sprinter 成为其招牌车，并以快 Corolla 最高时速5公里每小时的号角吸引年轻一代人的眼球。这台车和 Celica Supra 一样，是为该车系的旗舰车型，搭载当时最高规格 1.1 升 KB 引擎，可以爆发73匹马力，加上运动化的外形设计，就如同它的名字短跑运动员，与性能的名词挂钩，成为不少年轻以及性能党的向往。到了第二代，为了凸显 Sprinter 的市场， Toyota 把 Sprinter 和 Corolla 车系划分开来，让其更能在运动市场明确化。后来他们两者都有了自己的旗舰车型，那就是 Corolla Levin 和 Sprinter Tureno。 Levin 古英语就代表着闪电，而 Tureno 西班牙语代表着雷声。照理来说， Sprinter 身为 Corolla 的进阶版，更应该使用 Levin 更加适合，但丰田1.2在取名时认为 Sprinter 的大哥是 Corolla， 更应该使用闪电来衬托它的地位。不过两者的含义都离不开一个名词：速度。配备可以搭载高辛瓦兹的 2TG 引擎，可以爆发115匹马力、142牛米矩、865公斤的车重，以及低廉的价格，使得它在运动轿车市场占有一席之地。到了第三代，由于1975年的排放法规的影响，刚推出不久的 Tureno 和 Levin 在生产短1年多就一度暂停生产，直到1977年全新改款 2TG 引擎使用了电喷和催化剂的作用下，符合了法规后才得以重新量产。马力、扭力小幅度降低，重量相比上一代重110公斤，整体性能大幅降低。最后到了第4代，变化不大，引擎依旧使用一样的 2TG， 前调改用更高机动性的4连杆，提高乘坐舒适性的同时，给车带来更好的稳定性。于是时间就到了1983年，第4代 Sprinter 开始换代成第5代，而从这一代开始，就为 A186 开启了它专属的传奇里程。在1983年发布了第5代 Corolla 和 Sprinter 进行了大改动，将以往的前置后驱设定改成了前置前驱布局，打造出更符合家用车、空间大、省油、容易驾驶的需求。难道就意味着 Tureno 将会变成前轮驱动吗？答案是暂时。其实当时的 Toyota 还正处于后驱转前驱技术交替的阶段，加上需要观察市场的考核，所以他们依旧保留了上一代 T171 后轮驱动的生产线，并打算给原本定位高性能的 Levin 以及 Tureno 维持使用后轮驱动，于是特别打造的 A186 就此诞生。在开始细说 A186 之前，先考各位，以下哪台车是 A186 呢？给你们1秒时间解答。OK， 答案是这几台。其实 A186 这个代号是 Levin 和 Tureno 共用的，因此很多人会搞混。首先，有没有跳灯就很好辨识谁是 Levin， 谁是 Tureno。再来，两者都有推出双门和3门版本。那么，为什么他们都会被称为 A186 呢？有看各大影片创作者制作的 A186 的影片，都会知道一个口令 ：A 代表的是搭载 Toyota A 系列引擎，E 是 Corolla 底盘代号，8是 Corolla 第5代车型代号，6是变体车款代号。像 A180 是前轮驱动，有4-5门轿车，A182则多了3门 hatchback。
由于 2TG 右引擎即使免去排放法规的束缚，但动力已经无法跟上时代，就被淘汰。于是 Toyota 就基于 AE85 的 3A 右引擎作为开发，衍生出高性能的 4A GE 引擎。它可以在6600转速爆发出130匹马力，5200转速149牛米扭矩。但是86的重点从来都不是在动力的大小，而是它那副适宜运动、灵活的底盘。前麦花臣后多连杆非独立式悬吊，前后接近50:50的比重，加上不到1吨的车重，使得86天生就富有容易转向过度的特性。如果将这个特性进行微调以及磨练，就会形成一种技巧——漂移。低廉的价格以及高度可玩性的86，在各界成为职业车手热门的练习赛车，而且在房车赛、拉力赛、漂移赛甚至耐力赛都有强大的竞争力。像著名的英国房车锦标赛 BTCC 拿过2届冠军，以及日本漂移锦标赛 D1GP 获得10次胜利。但是这些都不足以让他成为现在高名气的因素，而是在某天2位人物的出现，使得他一步一步走向国际的视野。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土屋圭市，相信有很多车迷都听说过这位人物。他是一名日本著名的车手，曾经参加各种房车锦标赛、耐力赛，甚至 NASCAR 赛事都有参与过。由于他在比赛中时常会使用漂移作为手段，所以他被赋予了 Drift King 的称号。能造就他拥有出神入化的漂移技巧，就是他花费500万日元改装的 AE86。起初，在驾驶它的过程中，不断试图从失控的边缘摸索出技巧，开发流畅的惯性漂移。之后，还与 Brasby 团队合作推出了 The Torch 来记录驾驶 AE86 在山路漂移的短片，而这部短片把山路漂移的热潮推向了高峰。第二位要介绍的是重野秀一，他是一名漫画家，他曾出过以机车为主题的《巴里巴里传说》后爆红，但之后的许多作品都从未受到庞大的关注。于是他的编辑就建议他不如再从他的喜好作为主题。于是他想了想后，就以他刚买入人生第一台车 Toyota Sprinter Turismo 作为他作品里主角的座驾。随后就诞生了鼎鼎大名的著作《头文字 D》。故事描述主角藤野拓海时常帮忙老爸的豆腐店送豆腐，期间认识了一群山路飙车的爱好者。经过短暂的交手后，以及机缘巧合下加入了车队，并凭借着无数的磨练以及战术应用，击败各种顶级跑车，从群马县一路战到神奈川的故事，在漫画连载期间就迅速爆红，开始影响各界车迷对 A86 的仰赖。而这消息也传进土屋圭市的耳里。向来喜欢86的他，与重野秀一开始交流，并给予技术以及监制动画的身份，让这部作品有更深层的水准。透过动画化以及真人版电影的推出后，获得巨大的反响，几乎全世界车迷都认识那台黑白配色的 A86，也诞生它专属名词：开86能尝到下属的甜，开宾士能尝到下属的咸。拍摄念错稿，是下播不败神话才对。但是 A86 走红的同时，它也已经停产多年，在4年里 Levin 生产约66000台， Turismo 35000台，稀有的数量也让停产接近40年的 A86 价格不降反增。目前中古车市场马币从15万到17万左右，比现在的 Corolla 还要贵上2万左右。看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离梦想车越来越远了？的确，人一旦出了社会后，就会开始背负着各种生活上的花费，梦想似乎开始远离现实的时间。但是有时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。如果选择一个强大的团队帮助你打理金钱，而你很有可能生活也会随之变化。我最近认识了一群年轻团队，与他们的主席 Vicon 一对1小时深入了解后，发觉马来西亚与台湾人对于股票的观念以及看法完全不同。在台湾人眼里，买卖股票已经视为常见的被动收入手段，而马来西亚大部分人还处在买股票一定亏钱、做股票行业骗钱的刻板印象，更倾向于把钱放入银行生利息为稳定。但今天的 VIF 团队目标就是透过一系列的教导、交流观点，来指引身为投资者该有的观点和洞察力等技能。于是我就从今天开始和他们合作，只要点击下方资讯栏的链接，就会有专业人士与你们进行咨询。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投资者，这里都欢迎你们交流了解。回到主题，即使 A86 的价格高昂，但是也无法熄灭热爱它的车迷。到现在，各种大小型比赛还可以看到它的身影，而有些人则会把 A86 作为收藏车，完好的保存下来，让它永远停留在最辉煌的时刻。
在第5代 Sprinter 改为前轮驱动获得正面的回馈后，从第6代开始 Sprinter Turismo 正式改为前轮驱动的配置，甚至在 4AGE 上加入机械增压。后期款的 AE92 可以爆发出165匹马力、210牛米的优秀动力表现，使它的销量达到前所未有的前代3倍的纪录。再来到了下一代的 Turismo， 更是将 4AGE 引擎改成20气门的设定，有3个进气阀门和2个排气阀门，相比16气门的设定，更能将空气流通更多进入燃烧室内部。加上 Toyota 全新技术 BBT 系统，使得它低转速时更有效率的输出动力，甚至最终版的 Black Top 低成本、耐用性以及高度自定义调教的特性，也成为漂移发烧友的选择。而且 4AGE 还一度成为 Formula 赛车的引擎，在 Formula LNT 系列赛中就出现万转的 4AGE 引擎。数据表明，在10000转速时可以爆发245匹的马力，而这颗引擎很有可能就是头文字 D 文泰在86爆缸后换上了新引擎。要想用松木雅野，必须要有好的减震装置，而且还要有 F1 超级发动机。到了2000年 ，Sprinter Turismo 系列就正式停产，原因各位都知道，也是市场的萎缩所导致。而在停产前所推出的末代 Turismo 改动与前代不大，除了后尾的设计有种 Silvia 的既视感外 ，Sprinter 车系也因为处在尴尬的地位，在第8代就正式停产，结束了它34年的旅程。虽然说过了2000年跑车热潮随之消散，但是 Toyota 内部几乎在每年都会提交关于跑车计划的方案，只是每次都被回报效率低的理论问题驳回。然而到了2007年，高层发觉年轻人似乎开始远离汽车的购买欲望，在全体高层召开会议之后，决定拍板打造出廉价跑车来复燃年轻人对于汽车的奢望。开发期间 ，Toyota 特地请来了2位驾驶 AE86超过10年以上的工程师，以及派人前往海外地区收集各大汽车爱好者的声音，最终得出了结论：2升排量 FR 紧凑型轿车，超低重心又能负担得起的跑车。结合多个概念后，决定与近期开始合作的苏巴鲁联手打造。协调过程中，苏巴鲁一度把 Toyota 呛爆，不使用4轮驱动，不使用涡轮，你们是在 prank 我吗？当然，在 Toyota 的努力下，开发出 D4X 直喷系统，才得以解决动力匮乏的问题。最终，双方还是互相妥协，终于在2009年41届东京车展上亮相 Future Toyota 86。经过数年的洗礼后，2012年 Toyota 86正式推出，首页就迎来7000台的订单。在北美，最 Toyota 的子品牌采用 FRS 的名义推出，而 Subaru 也同时推出 BRZ 作为双生车。不过，据传闻 BRZ 的调教更有抓地力，而86更倾向后轮打滑。但是部分车评人表示试不出有什么区别，看来就只有车主自己感受得到。随着新86的成功 ，Toyota 在2021年相继推出了第2代的86，并重新命名 GR86 来彰显 Gazoo Racing 的象征，并搭载全新的 FA24水平对置引擎，可以爆发235匹马力，3700转速时就可以爆发出250牛米。相比上一代低转低扭的短板，得到有感的提升。不过这代的双生车 BRZ 与 GR86 有明显的调教上的改动。GR86 在后轴使用了实心防倾杆，而 BRZ 使用的是空心防倾杆，还增加多个锁点来增加车子的过弯稳定性，不会像 GR86 后轮容易起飘的现象。2台几乎一样的车，却拥有不同性格的调教，也让车迷有更多的选择，挑选出中意的梦想跑车。86这个名字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的生活，从 AE86 到 GR86， 时隔38年，依然树立着廉价跑车的标杆，让小时候无法实现跑车梦想的人，经历社会后依旧有机会完成当年梦想的碎片。可以说，没有 AE86 的成功，就不会形成平民跑车的概念，而我们只能远远忘记那些高价的顶级跑车。相比各大车厂推出的跑车，或许86的综合性能不怎么优秀，但作为入门级跑车而言，它的存在绝对是在车界中重要的里程碑。